大家好，这里是南lâm金贝壳。先跟大家抱歉一下，上期的 vlog 民宿呢只有室外，只拍摄了室外的镜头，没有室内。因为当时呢民宿的老板不在，室内的镜头和介绍会在第2期的视频中补上，以及我们今天会去附近的另外一个海滩，位于蓝点酒店附近的一处可以欣赏日落和冲浪的海滩。以及有一些不同风格的悬崖小酒吧，南部山顶傍晚时分的样子呢，都会在视频的后面为大家呈现。谢谢大家。更著名的地方还有艾亚纳酒店和崖吧，以及最近比较新的一个 day club， 名叫 Omnia， 也是在这附近，像是阿里拉、白鸽教堂等等，宝格丽酒店等等很多地方，像蓝点之类的都在附近，大概也都在将近5到10分钟的车程之内，非常的方便。来到巴厘岛呢，你可以选择租车出去玩，或者是租台摩托自己开。如果有兴趣而且不怕晒的话，我个人是建议骑个摩托，可以更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海风吹过时的氛围。大部分外国游客也都是基本上自己骑摩托玩。突然想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巴厘岛的这个金椰子。我还是来到巴厘岛之后才第一次见识到还有这种椰子，以前在南方还真没有见过，不知道现在南方那边的城市有没有。个人感觉呢，这种金椰子呢要比传统的那种绿椰子要好喝得多，更加的嫩，更加的香。而且椰子呢也是本地人祭祀拜神也比较常使用到的一种水果，也是你在海滩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我建议的话，如果你有机会来巴厘岛的话呢，可以来尝试，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金椰子的味道。好，上面还有金椰子的花儿，能看到前部风。这里呢是院子里最大的一棵椰子树，也是结的最多的一棵椰子树。我看看能不能让房东先生给我开一个尝尝。嘿嘿。这里呢是房东的民宿其中的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大概适合2个人居住。房间呢比较干净，而且摆放的也比较简单，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有2个床头柜以及一张双人大床。那边有个感应灯，然后有赠送的2套毛巾，以及这边有个大的衣柜，虽然也不算大吧，应该是储物柜之类的。对，有衣柜。然后呢，这边还有一张小桌子，上面还有几盆花。这边呢有一扇窗户，阳光可以直接投射进来。然后呢有一个空调。整个房间的材质呢，大概是由木头和竹子完成的。比如像我们脚下踩着的木头呢，中间是有一些细缝的，就是夏天的时候风可以从下面穿过，比较凉快。我们往后面看看吧。这里是后门，后门的话呢，右边有一小片的空地，然后左边呢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下来，屋内呢，我刚刚走了一下，大概是5米长5米，就是长5米，宽5米，大概就是这么个大小。
进入厕所呢，这边有一个马桶，有一个洗手台，有放东西的杂物台，然后呢是浴室，有衣服挂，也有花洒，有热水，基本上是这样。这个呢是印尼的一大特色，干什么用的呢？我们后面再说。屋外呢有一个晾衣服的架子，以及一张桌子和2张椅子，可以在这里喝茶、抽烟。附近的绿化呢也很不错，树啊之类的。然后呢，这里是树屋，我们待会儿呢会进去看一眼。这边呢是房东民宿的，叫怎么说呢？隐蔽的一处地方。这里呢一共有2间房，而且都是大房。房东的这间，今天这期这一部分呢，主要也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房东的房子大概的这个民宿大概是什么样子。屋外呢，照样还是一张桌子、2张椅子。左边呢有一个晾衣服的台，这边应该是邻居家的冲浪板。然后这呢可以打开屋外的灯，我再关上。然后我们来进屋看一眼。屋里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上楼的时候小心台阶。跟刚才的房间差不多相同大，同样的大小。一样的床头柜、床头灯，一张2人的大床，2条毛巾，一个衣柜，然后呢有空调。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这个空调。正常工作。然后呢，这边呢有一个厕所，在一进屋的左手边。我们来开灯。是一个马桶，然后淋浴，以及洗手台、垃圾桶。整个厕所呢还算比较干净，大小呢也正好适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转拍一下房间的全貌，还是同刚才一样，差不多5×5的距离，适合2个人居住。房间呢比较干净。
刚看的这套呢是2号房，是位于民宿的一进门泳池的右手边，以及这个树屋的旁边，就是这里了。这里呢，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树屋，也是最具巴厘岛特色的建筑之一。刚刚房东先生跟我说，这个厕所好像是有些问题，不能使用。树屋呢，就位于入口处的往前一点，就在泳池的右边。然后呢，这里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小厨房。下面这里呢，我们习惯把它称作为乘凉亭。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在这看看书、喝喝茶、喝喝饮料，很通风。我们的老朋友彩虹小马独角兽又出现了。那么我们上去看一看吧。从这个楼梯一直向上走。如果有恐高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可能要慎重考虑一下，因为说实话，站在这上面看，其实还挺高。这个呢是莲雾，但是这个是刚结出来的样子，还没有成熟。下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2号房屋，这边呢是泳池，我们的俄罗斯邻居正在游泳。那这里呢就是整个树屋的样子了。OK， 进来看看，还是往常一样，一张桌子，一个烟灰缸，一张椅子。我们打开门看看。这个树屋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它完全是由木头制作的，以及竹子。OK， 走的时候小心一下哦，上面有个台阶。OK， 我们来进来看看。这个房间的靠近大门的这一块是2扇大玻璃，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景象。感觉还算是蛮特别的，上面有一个风扇。还是如往常布置一样，2个床头柜，一张双人大床，以及2个毛巾。走在上面你可能会有些害怕，因为说实话它会有些咯吱咯吱的声音，而且可能感觉有些不稳，但是这都很正常，因为它毕竟完全是木头做的，没有水泥。2盏灯，然后还有一面玻璃。这里呢应该是个窗户对，可以直接看到邻居家的窗户。这里呢是空调。房东呢跟我说，原先呢巴厘岛人的这种建筑或者说房屋原先不是拿来住人的，而是类似于在农田附近来储存粮食所使用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建筑，高层建筑，因为它很通风。但是慢慢的，随着在巴厘岛南部农田渐渐的消失，更加的现代化，所以现在这些时过境迁，也就变成了 motel 了，就变成了为游客准备的特色房屋的样子。现在这些都是定做的，应该都是手工完成的，很厉害。这套树屋呢是就是房东的民宿的1号房 ，Number 1。我们刚刚在下面看的是2号房，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其实如果我觉得2个人来住的话，情侣的话还没有情调的，说实话，因为是一个较封闭的环境，也不是很小，也不是很大，正好适中2个人。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线之路。哎呀，这山路真是有够难走。苦。实在是简直，感情是垂直的这种阶梯，我的天！我来。Go. Oh, ini dah nak.走那条那么长。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一处附近的新的海滩，叫苏鲁曼还是苏拉曼，哇，
它是一处位于在蓝点酒店旁边的一处海滩。我相信有的朋友如果看过 Instagram 上的写真照，应该大家会知道这个地方。这里呢是一处适合看日落、冲浪、游泳以及拍写真照的一个好的去处。目前呢没有什么游客，大部分呢也都是印尼本地的旅客和国内旅客以及附近的民众过来玩，人呢要比之前少得多。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来的时候大概是将近4、5点多，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待会儿拍起来效果应该会非常好看。但目前来看呢，应该是慢慢的要准备上涨潮了。那我们先往那边走一走，看一看。哦，对了，差点忘了说了，这边呢，悬崖峭壁是经过海水长年累月的冲刷，形成了一处自然的景观。有大的这种雕石，有上面生长的绿色植物，甚至如果你抬头看一会儿，你甚至还能看到不时的有成群的猴儿出没。没错，就是猴子。看来来冲浪的人还是有，只是不多。海水慢慢的涨上来了。我最好赶紧拍2下，然后撤了。反正我觉得这里可能不太适合刚刚学习冲浪的人来玩，但如果你是一位冲浪爱好者的话，这里比较适合你。看着远处的大浪，可惜今天的夕阳应该是被云层给挡住了，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但是呢，也算不虚此行，给大家大概的看了一下这边的样子。他那边玩，还有游泳池嘞，现在荒废了。
是吗？这船上打的渔货。对，这是渔民刚刚出海打回来的鱼，一般都是这是什么苏拉鱼，很青色的鱼为主。啊，抓了好多。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海滩，这个海滩名字应该叫做帕登帕登。很可惜今天没拍到日落，这也是大家来到巴厘岛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一定每次都能拍到日落。也许可能是我们出来的有点晚，但是今天天一直暗暗。这边应该能上来。嘿，哇塞，水好清啊！日落在那边，可惜看不到了。刚才我们在那边海滩看到海面上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渔船，这边这个海滩呢有3艘渔船，大概也就是从这边出发的，还有好多的狗狗。cho có tép ra chiếu chỗ hóa tăng là có tăng cho đến đâu等我。Looking for a way out, I can't find my way now. I just need you by my side.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baby, we could get away and never look back.